人仔细地将昂贵的护肤品涂抹在脸上，精心伪装着自己的面容。完成伪装后，他来到客厅，将各式武器别在身上。今晚他将在这暴雨倾盆的月黑风高之夜展开一场谋划已久的复仇猎杀。没过多久，一辆皮卡缓缓停在别墅门口，车上下来4名全副武装的杀手，带头的正是克莱纳的侄子道格。他们收到消息，知道杰克今晚会来这里搜查，于是准备趁机除掉这个麻烦。可他们并不知道，从这一刻开始，猎人和猎物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几人撬开大门进入屋内后，杰克立刻砸碎车窗，先解决了留在车上的司机。屋里的杀手看到外面车灯闪动，还以为司机在向他们发信号，便派出一人出去查看。可当他打开车门时，才发现司机早已没了命。杰克随后将这名杀手解决，并顺手把尸体丢进车厢。此时屋内电视声和暴雨声混在一起，剩下的杀手依旧毫无察觉，还在四处寻找杰克的踪迹。殊不知屠刀已经来到了身后。无声解决掉一名杀手后，杰克立刻换了位置。等同伴发现尸体时，杰克早已经消失不见，对方只能沿着地上的脚印一路追到一个房间门口。可推门进去后，里面却只剩下一双大头鞋。没想到看起来身材瘦小的道格战斗力竟然异常凶悍，一番交手下来，就连杰克都有些吃力。杰克迅速拉开距离，准备伸手去捡枪，可道格突然猛扑上来，直接把他撞出了房间。遭到重击后的杰克跌进泳池，整个人短暂失去了意识。而道格也不像那些废话连篇的反派，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刻跳进水里，准备把杰克按死在泳池中。就在关键时刻，杰克终于清醒过来，一把推开道格，想先爬出泳池再说。可道格根本不给他机会，紧追上来，再次将杰克压住，还用撬棍死死勒住他的脖子，将他重新按进水里。挣扎之中，杰克突然看见了掉在一旁的手枪，于是拼尽全力朝前方游去。险些丧命的杰克也不得不承认，道格的战斗力远比想象中更强。随后，杰克开始清理现场，并把缴获的武器全部塞进后备箱，以防之后派上用场。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公子探影的电影频道，我们继续《侠探杰克》第6期。处理完一切后，他才发现哥哥留下的那张清单已经被雨水打湿，上面的字迹也变得模糊不清。可也正是这一刻，杰克突然想通了关键，立刻拨通罗斯的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破解了克莱纳集团的伪钞手段。之前女教授曾提醒过他，伪钞真正的难点不在图案，而在纸张。美元和其他国家纸币不同，各种面额的尺寸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只要想办法拿到符合标准的低面额纸币，再经过特殊处理，就能得到用来伪造高面额钞票的纸张。而保罗正好负责货币业务，能够接触到大量低面额纸币，因此才会被克莱纳集团盯上。可这种处理方式会产生大量污染废水，一旦随意排放，必然会引起环保部门注意，所以他们才以牧场作为掩护，长期购入远超需求的牛饲料。前2天，杰克偶然发现汽修厂工人会用猫砂处理油渍，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硅藻土，而牛饲料里也含有类似成分。只要把饲料研磨成粉末，埋在牧场下面，再把污水排到地下，让硅藻土吸收，就能悄无声息地掩盖污染痕迹。可推理出真相并不难，真正难的是拿到克莱纳集团制造伪钞的铁证。由于市长此前已经对罗斯发出了逮捕令，杰克只能联系探长，约他第2天一起再去卓布林的车库仔细搜查。可就在这时，探长察觉到自己也被杀手盯上了，他立刻明白这些人就是冲着他来的。于是他一边掏出手枪保持警戒，一边赶紧把情况告诉电话另一头的杰克。Okay, tell me what you see. I see I'm in trouble. Can't use the front door.
So you make your own. 在杰克的提醒下，探长迅速将电视音量开到最大，随后拆下衣柜里的金属杆，对准墙壁使出全力猛捅。因为这种廉价旅馆的墙体材料十分单薄，想要打穿并不算难。可还没等他彻底弄出出口，杀手已经来到门外开始撬锁。情急之下，探长直接摘掉眼镜，咬紧牙关，朝着墙壁狠狠撞了过去。What the hell? I'm a cop. Call 911. 叮嘱对方立刻报警后，探长便从窗户翻了出去。看到杀手闯进房间，他马上冲向自己的车，为了防止对方继续追赶，临走前还顺手打爆了杀手的轮胎。成功逃脱后，探长再次拨通了杰克的电话。Thanks for the assist. Anytime, Philly. See you, Joblins. 然而，等他们赶到卓布林家时，这里已经被烧成一片废墟。很明显，克莱纳集团是在销毁证据。但杰克很快反应过来，哥哥纸条上写的卓布林夫妇，也许指的并不是卓布林本人，而是他的父母。It's Barron's house. Keep telling you, Philly. I know details matter. Let's go. 随后，两人赶到卓布林父母家，果然在车库里发现了印着克莱纳工业标识的箱子。杰克划开封箱胶带，里面竟然满满一箱全是假钞。这一次，他们终于拿到了关键证据。Call Picard. Tell him to meet us at the farmhouse where we left the Jaguar. We've got everything he needs to take down the Kleiner Foundation and Teal at the same time. I'll load this up in the Bentley and meet you there. We got him, don't we? Damn right we do. 可杰克怎么也没想到，等他带着假钞赶去农场汇合时，才发现皮卡德竟然也是克莱纳的人。既然证据已经被找到，对方也不再继续伪装。市长上前直接缴走了杰克的武器。最难以接受的还是探长，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信任多年的好友早就已经站到了敌人那边。随后，克莱纳的新掌权人马斯克拿出了一段视频，画面里正是被绑架的罗斯以及保罗妻女。他逼杰克去找出保罗，否则就杀掉罗斯他们。杰克原本一直以为保罗已经遇害，没想到他只是躲了起来。而此时的马斯克也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毫不掩饰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I killed my father. I killed Joplin. I had that bitch killed in the subway. And I killed your brother. 杰克听后怒火中烧，但眼下却只能强行压住。If I don't get a call from you by 6 a.m. saying Hubble's in custody, those 4 ladies I'm holding die in ways you can't even imagine. 随后，杰克和皮卡德一起出发。身为联调局特工的皮卡德十分谨慎，枪口从头到尾都对准着杰克。杰克一时无法动手，只能借口肚子饿说服皮卡德先来到餐厅。随后，他开始分析保罗可能藏身的地方。保罗担心家人的安全，肯定不敢躲得太远，所以附近那些不用实名登记的小旅馆可能性最大。两人准备离开时，杰克故意打翻咖啡，趁着皮卡德低头整理衣服的空隙，他悄悄将一把叉子塞进了口袋。等两人准备上车时，杰克趁机把叉子扎进了轮胎。车子开出去没多久，系统便亮起了胎压警报。无奈之下，他们只能下车查看情况，而这正是杰克提前设计好的机会，因为后备箱里还藏着一袋武器。皮卡德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也忍不住感叹杰克确实够狡猾。两人隔着汽车持枪对峙，局面一时间僵持不下。于是杰克提出，不如双方同时把枪放到车上，赤手空拳打一场。皮卡德虽然并不相信杰克，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选择。Okay. 1. Two. 3. 可最终皮卡德还是中枪滚下了山崖。只能说，在数数这件事上，他终究还是低估了杰克。但这一枪并没有要了他的命。等杰克上前查看时，皮卡德已经不见了踪影。随后，杰克按照之前的判断，连续找了几家旅馆，最终果然在一家汽车旅馆里找到了保罗。Hello, Hubbard. 与此同时，黑警贝克正在对探长动手，可探长的手机却一直响个不停。贝克拿起来查看，发现上面竟是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Duck and cover. What the hell does that mean? 贝克当场身亡，探长也终于被放了出来。
如今他们已经和克莱纳集团彻底撕破脸，必须在6点之前救出罗斯几人。于是探长打开库房，开始给杰克和保罗分发武器。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杰克又叫来了自己的好友内格利，也是他最信任的战友之一。作为克莱纳集团的前成员，保罗简单说明了工厂内部的布局，并判断罗斯他们很可能就被关在这里。随后几人悄悄赶到工厂外围，内格利率先出手，连续2枪精准解决了守卫。紧接着杰克将1桶汽油倒进仓库，随着探长把烟头扔出，仓库大门瞬间燃起大火。直到这时，里面的人才察觉异常，立刻组织人手赶来灭火，而杰克几人也趁着混乱潜入了工厂。伴随一声剧烈爆炸，双方的交火正式展开。马斯克得知杰克闯了进来，立刻给手下分发武器。进入房间后，保罗顺利救下了孩子。为了自保，他也被迫完成了人生中的第1次杀人。杰克这边同样推进顺利，在解决掉几名敌人后，成功救出了罗斯和保罗妻子。内格利则始终占据制高点，负责掩护下方几人的行动。没过多久，罗斯便带着保罗妻子离开了工厂，而此时杀手几乎全被解决，只剩下几人面对各自的仇人。探长和皮卡德原本是同窗好友，如今却走到了生死相向的地步。正面近身搏斗，探长根本不是皮卡德的对手，于是他学着杰克的方式，直接抓住对方的伤口反击。与此同时，罗斯也找到了那个无良市长，正是这个人当年亲手杀害了他的父亲。但罗斯毕竟力量有限，即便市长已经年纪不小，体力和力气依旧占着上风。好在罗斯更年轻，也更能坚持。几个回合消耗下来，他终于抓住机会，把手铐铐在了市长手上。随后众人陆续撤出工厂，把最后的战场留给杰克和马斯克。I think it might be just you and me now, Reacher! 没过多久，杰克的子弹便打光了，可马斯克偏偏还在不停叫嚣，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杰克随即打开一袋饲料，利用饲料滑落的声音引诱马斯克靠近。等马斯克反应过来自己中计时，杰克已经猛扑了上去。由于他身上沾满了污水，火焰很快将他吞没，伴随着凄厉的惨叫，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渣最终被烧成灰烬。亲眼看着仇人死去，杰克终于替哥哥报了大仇。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爆炸声突然响起，瞬间便把工厂炸得支离破碎。但大家不用担心，杰克只是衣角微脏，并无大碍。罗斯则第一时间冲了过去。随着这个国际伪钞工厂被端掉，小镇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意味着杰克即将离开。虽然他很爱罗斯，但骨子里却是个浪子，更适合浪迹天涯的生活。而罗斯也尊重他的选择，并告诉他，如果哪天再流浪到小镇附近，记得一定要来找他。 You should run for mayor. Here there's an opening. 在与罗斯依依不舍的告别之后，杰克来到故事开始的餐厅，与探长见了一面。他终于有机会尝尝这个当初一口都没能吃上，号称整个乔治亚州最好吃的蜜桃派。 Worth the wait. I've had better.
欢声笑语中，侠探杰克第1季的故事到此结束。也许马格雷夫小镇的故事从来不只是杰克替哥哥复仇那么简单。乔的死、茉莉的牺牲、克雷被掩盖的真相，都像一颗颗被埋进黑暗里的钉子，最终被杰克亲手拔了出来。克莱纳集团以金钱操控权力，用伪钞腐蚀秩序，又用杀戮堵住所有人的嘴，可他们终究低估了一个真正失去亲人的老兵。杰克没有选择留下享受胜利，也没有被爱情和安稳困住脚步，因为他注定属于远方，属于下一段未知的旅程。小镇恢复平静，罪恶被烈火吞没，而杰克吃下那块迟来的蜜桃派，也像是和过去完成了一场告别。真相会迟到，但清算从不会缺席。